看科技新闻云里雾里，不如深入代码一探究竟。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一边是科技圈子大佬们，像 OpenAI、比尔盖茨、李彦宏，都认为这部 AI 解锁了巨大的应用层空间，他们也在各种场合和大家宣传 AI 带来的机会。另一边是一批想去抓住机会的人，又无从下手，最后都去卖课了。大佬们是不是又在画饼了？我们怎么知道这波 AI 和之前每个所谓的风口有什么区别？难不成真像他们说的有个工业革命级别的机会？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表面，从一个 AI 软件消费者的角度，是很难看懂这个答案的，因为这些软件已经是别人包装过一层的产品了。但如果我们能深入一层，从生产者的角度去上手大模型的 API， 把它应用到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项目里，再去结合商业模式和软件工程的理解，去考虑它的成本和局限性，那我们最后能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懂不懂代码都不要紧，这期视频彪哥总结了自己一整年的观察和实践，来带大家看懂大佬们的视角、应用层的案例、判断时机的逻辑，还有最后和大家分享3个在这个领域具有实操性而且有价值的技能。我们在谈应用之前，首先得搞清楚这波 AI 是什么，才能更清楚的知道要怎么用它。先说结论，要看懂大佬们眼中接下来的发展方向，有个前提是你得切换一个视角来理解这部 AI， 不能单从工具的角度来看 ChatGPT 和各种大模型，而是把大模型带来的智能当做一种能量来理解。马化腾去年6月也表达过，他认为这部 AI 完全不是移动互联网这种程度的创新可以相比的，更应该去对标之前在工业革命里我们对电力的发现和使用。当然很多大佬也说过类似的话，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大佬们又出来画饼，但其实这不是个随便的比喻。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次我们解锁了一个接近甚至超越人类水平的软件形式的智能，这里面有几个重点。首先它是有用的，它是个通用的能帮我们解决问题的智能。我们知道现在 GPT-4 的水平已经可以通过很多我们用来衡量大学生水平的考试了。第二，它是可编程的，这样一个水平的智能，我们可以通过编程的方式来控制它，就像蒸汽机产生的动能，我们可以用机械的方式把它运用在汽车、火车、工厂里。然后像电力，我们知道电器用电线和开关来控制它。大模型提供的智能，我们可以通过软件和 API 的形式给它下达非常精确的指令。你可以让它做复杂的事情，比如说写论文、写市场报告，也可以是一些重复性的小事情，比如说从几百封邮件里面提取关键信息。它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开发个什么样的软件来用它。所以这个叫可编程的智能。第三，它是可复制的。大家想象一下，我们作为一个社会，要增加一个劳动力去胜任一个文职类、知识类的岗位，只能通过增加人口这种漫长而且昂贵的方式。一个人从出生、长大、受教育10几20年形成的劳动力，进入一个工作岗位，然后很多岗位它就是让你重复的去处理一些文件的流程。那现在 AI 这种程度的智能，它完全可以通过应用软件的方式去胜任很多这种类型的工作。而且随着底层算力资源的增加，我们把它部署到更多的服务器上，这样的复制成本是趋于零的。所以这个叫可复制的智能。所以当你从一个能量的角度来看大模型的智能，就能理解它是跟动能、电能一样，它本身是无形的。它能发挥出多大的作用，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以什么样形式的软件来利用它。基于这样的视角，再去构思大模型的应用方式，就是大佬们看中的发展方向了。说到这里，大家可能还是觉得很抽象。对于没有软件开发经验的小伙伴来说，可能很难想象，除了在 ChatGPT 里跟它对话之外，什么叫用软件的形式来利用它。给大家举个直观的例子啊，去年融到钱的 AI 创业公司里面，除了一大批搞大模型的公司外，还有一些应用层的公司也融到了钱。这些公司他们就是用大模型来为企业自动化一些工作流程，像 Sam Altman 本人也投了一些这样的公司。那什么样的工作流程可以被大模型给优化掉？比如说你是个客户经理或者业务员，那日常工作中经常会有客户来找你预约时间。当然像这种预约会议的流程已经被非常多的软件给尽量优化，但其实还是有很多行业、很多场合的会议是通过这种最原始的用邮件里面纯文本的方式去来回确定时间。那你一天下来可能需要处理10几封这样的邮件，就是客户跟你说他星期几几点有空，给你好几个时间，然后你需要看自己日历里什么时候有空给人家回复一个时间。这种场景很难用传统的软件或者大语言模型之前的 AI 比如 NLP 的做法来解决，因为这些邮件里的文字它是没有固定格式的，可能你前面聊了一段业务，中间突然有一句还是预约时间的。但像现在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比如说邮箱插件，让大语言模型去提取邮件里面关于预约时间的这个关键信息。这样你本来可能每天要花1个小时处理10几封这样的邮件，现在这个邮箱插件它就能看懂客户找你预约时间的需求，然后根据你日历里什么时候有空，自动帮你把这个会议安排好了。当然这只是个简单的例子，但像这种需求清晰、重复性高，用传统的软件无法很好的满足，又能被大模型轻易解决的问题，
大家可以想象，在各行各业的各种工作流程里面是非常多的。像这个空间里面的应用，它不会局限于某种形式。像这个例子里面，它是个邮箱插件。在别的业务里面，可能需要的是 APP、网页、浏览器插件，甚至是新一代的浏览器本身，都是可以用到大模型的。大家现在再去想象，有多少的人力劳动是可以被大模型以这么一种应用软件的方式来优化掉？这就是大佬们看中的 AI 应用层空间了。既然有这么大的发展空间，那在我们急着上车之前，肯定想有个判断，就是这些变革离我们还有多远？我们怎么知道现在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去投入精力？像对大模型有了解的朋友应该知道，现在的大模型从商用角度来看，各方面还不够成熟，包括质量、稳定性、成本。我们很自然的会去想，是不是应该再观望一段时间？这个答案对每个人都不一样，看你想在这个空间里做什么。但可以和大家分享一套对我自己规划工作和学习很有帮助的思路。首先，大模型提供的智能，它作为一个底层技术，已经实现了0到1的突破。那接下来1到10、10到100的发展，它就不再是0到1这种无法预测的技术突破了，它更需要的是工程上的积累。很多计算机领域已有的成熟的做法，我们是可以直接应用到这个新的领域，然后通过资本的推动、用户需求验证，慢慢发展起来。所以有些趋势就会很明显，比如说硬件的产能增加、性能提升，大模型的质量提高、成本降低，然后我们对应用的探索和应用的普及。按照这个思路，如果我想开发一些基于大模型的应用，但是又怕现在时机不够成熟，那有2种做法。一种是我等所有硬件和大模型的条件都成熟了，能明显满足大部分应用场景的需求的时候再去尝试，这样可以减少自己学习和试错的成本，但同时能看到机会的人也会更多，竞争会很激烈。另一种是在底层技术0到1完成的时候就开始去试错，我可以去找各种有需求的场景，去用大模型做最小规模的测试，去判断现在的大模型能不能解决问题。如果不能的话，那就要看到底是质量不够、成本太高，还是没有办法精细的控制它。那这样我也知道我到底是在等它的哪个指标到达什么水平，同时我还可以去观察这些指标在行业里的增速。我们知道一个产品的开发和商业模式的验证也是需要时间的，那在底层大模型发展的时候，我就可以拿这个时间去开发样品，积累早期用户，做初步的商业模式验证。等底层大模型发展到我需要的程度的时候，我就不用从头开始去找想法了。同样的道理，你也可以去参考一些大厂的操作，比如说微软的这个用大模型帮程序员写代码的 GitHub Copilot， 他们在22年6月份的时候就正式上线了，用过的人都说好，1个月还只收你$10，那时候连 ChatGPT 都还没上线。后来有报告说，微软这个产品，它1个月收你10块钱，背后还得亏20块钱。熟悉现在 GPT 推理成本的朋友们应该能理解，这种程度的亏损是正常的，因为写代码它需要 GPT 去处理的文本量和频率都是很大的。像现在这些大厂推出的其他有 AI 辅助功能的产品，像 Office、谷歌全家桶、飞书等等，大概率都是在亏钱提供这些服务，但并不妨碍大家去全力推进这些产品，因为这个成本是很确定的，在逐年下降，它是个固定的早期支出，换来的是更重要的像产品迭代进度、市场占有率，还有用户反馈形成的一个良性循环。所以如果看中一个宏观上很有发展潜力，但也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可以试着上手一些具体的项目，从微观上找到一些确定的指标，然后通过尝试来找到适合自己的规划。说了很多大方向的思路，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更有实操性的内容啊。当然，每个人在这个领域追求的目标、扮演的角色都不一样，所以主要还是得靠大家自己挖掘。但有3个方面的技能，我觉得在接下来的 AI 应用层会很有价值。首先是对大模型的认识，我们不需要每个人都有大模型研发人员的水平，但我们从应用层把它当做一个工具来使用，那你至少需要了解它的能力、成本和局限性。像前面邮箱的例子里，你如果没有日常使用大模型的习惯，不知道它擅长什么的话，你也不会在生活中看到这些重复性的劳动，可以联想到大模型可以轻易的解决这个问题。第二是对业务场景和商业模式方面的理解，大模型的智能是可以被运用在各种行业的，所以你如果对某个垂直的领域有了解的话，能接触到很多有可能被大模型优化的业务场景，那你就可以去构思应用的机会了。像邮箱的例子里面，你可以去算这个业务员他1个小时的工资是多少钱，你用大模型可以帮他节省多少时间，这个步骤在一个企业里面能带来多大的降本增效的空间，然后你提供这个软件服务成本和盈利空间有多大。第3是软件设计开发的经验和想象力，大模型的智能最后是通过软件产品的形式来触达用户的，所以你也不能光看着需求，觉得大模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想出一些根本无法实现的软件功能，至少得看懂 GPT 的 API， 然后知道哪种形式的软件是可行的，比如说邮箱插件也好 ，APP 也好，哪种形式能更好的满足你的用户需求，然后了解他们各自的开发成本、技术栈等等等等，来找到一个可以实现的方案。像从事软件工作的朋友们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在这个应用层开荒的阶段，
不要止步于某个具体的语言和技术栈的学习。现在这个阶段，一些跨领域、跨技术栈的全局上的认知，相比于开发某个具体程序的能力，可能是更能帮助我们找到合适的机会。然后在大厂的朋友们也可以利用好环境带来的优势，多做尝试。一个是从已有的产品线里找结合大模型的需求，另一个是人才库。刚才说的这几个方面的人才，你都可以在公司内部找到。再有就是，如果你有可行的方案，现在大家都很乐意往 AI 里面投入，所以内部立项会相对容易。但没有这些资源的朋友们，也有很多起步的办法。像 OpenAI 也希望建立起一个繁荣的应用生态，毕竟他们是卖大模型服务的，所以他们也在想办法做一些四两拨千斤的操作，来帮大家找应用层的机会。像前阵子发布的 GPT 就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能用上 GPT 加上预设 prompt 加上知识库这个组合起来的能力，方便大家去各种应用场景里面试错。我有个医疗行业的朋友，前阵子有个非常具体的想法，想用大模型结合知识库试试效果。本来考虑去找人开发个程序试试，正好那阵子 GPT 出来了，结果他用了$20的会员费就试出来本来可能要大几千美金才能试出来的效果。所以现在的 GPT Store 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已经结合了对大模型的理解和对业务场景理解的一个案例的展示，很适合作为起点去看有哪些 GPTs 是适合做成软件产品的。说到最后，已经对 AI 应用层有了解的小伙伴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我没有提到 AI Agent？ 我是特地把这个话题留到了最后。像我在一开始提到的 OpenAI 和比尔盖茨他们宣传的应用思路，指的就是 AI Agent 这个概念，它是一个新型的能非常大程度发挥大模型潜力的一种应用思路。这次主要还是想以一个更宏观的视角来带大家看懂这个机会的空间，分享一些更广泛适用的思路。Agent 它更像是一个具体的应用执行方案，不是所有的需求都用得上 Agent 这种做法。当然也推荐感兴趣的朋友们去看看我今天做的这几期 AI Agent 的视频，希望能有帮助。好了，今天先聊到这儿，关注彪哥带你看懂技术发展的第一手消息。